你疯了吧，美女？这车你150万买的，我20万都不想要，知道吗？这可是迈巴赫商务车，20万都卖不到的。哪里迈巴赫商务嘛？你奔驰商务，你要不就威霆，要不V260，要不斯宾特吧？你拿来，你150万谁买的？你被谁坑了是吧？我二手车市场买的呀。你合同有没有签吗？你自己给的钱是吧？你赔好几百万，没有合同啊？这是我老公跟我弟弟去买，他俩付的钱。哎，他车骑到那是，这车是我们不爱的，你赶紧回去。不是你是谁？你等一下别动，我先拿过来。不是谁？你老公啊？我弟弟。这那看他怎么说吧，过来。哎，走吧，你们这些说好车的我看不上，态度没必要那么差，对不对？你少说两句，我说卖就卖，没你说话份。你卖的话，姐夫不同意的呀，姐。不是，你要不这样好了，要不和你老公先商量一下，别到时候我收了之后你们家庭有矛盾了也不合适，对不对？姐，你别听他忽悠了，他们这些做二手车到处坑人，你肯定会被坑的。别听他的。你觉得说话的话有必要那么难听吗？好听一点。什么叫做二手车的到处坑人呢？是不是？我该收，我提供服务，对不对？不是我说话难听，你看的不像好人，你明白吗？又黑又矮的啊！我不像好人。我觉得你惹错人了。你告诉我这台车150万买的啊？这不止吗？大哥，商务啊，大哥，150万我可以买5台车了。这是威霆啊，V260都不是。你开玩笑吗？你这不是？你到底懂不懂车？我懂不懂？你还收车的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名牌要不要给你看一下？今天这台车我还收定了，我就这么讲。不用怎么看啊？你能，如果这车你能收成的话，我会要给你磕一个。你别急啊，我给我姐夫打个电话，你不要动。不是，这车到底能不能卖？车子是不是你名下的？你不用管他，我决定。哥哥，你看车吧。虽然这个车改得很漂亮，但不止这个价，知道吗？真的假的呀，可哥？等你老公来了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顶是改的，座椅是改的，还有仪表盘也是改的。它应该还加装了一个香氛系统，知道吗？这么香。不是，你先告诉我这车哪里假了？我带你看一下，以免等会你老公来了再忽悠你。你看一下这里啊。那别看了，回去吧。我姐夫说了不卖。不是，他不是人来吗？人呢？他很忙的好吗？让你这么空啊？忙不忙不关系，你自己看一下啊。福建奔驰国产车，什么叫迈巴赫商务吗？迈巴赫是进口的，哪有迈巴赫商务这个称呼嘛？是不是？大哥，你懂不懂啊？这个车可以改装的，明白吗？你觉得？等一下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这个车的事情真的给你说声对不起，但是我觉得你弟弟了，他认识那个同行肯定有猫腻。不是，姐夫怎么这样子啊？我替他挡刀，他背叛我，什么情况？不是背叛你的问题，你这个事情的话，你是不是要解释清楚了？是不是这么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姐，我直接跟你说吧，这件事情的主谋是姐夫，我就拿了一点点钱，就买了个手机而已。摩托车哪来了？摩托车我朋友借的呀。不是那个。好，你现在打电话给他，我们回家当面对质，说清楚。那打就打，反正我就拿了一点钱，我又不怕，对不对？反正这台车要不这样子好了，就你们要不和你老公商量一下，到时候卖不卖？卖的话你再来找我好了。行，那我们商量，再联系你吧。麻烦你了，哥哥。你上午买的车，你下午就要卖掉啊？哎，没有，科哥，其实我是骗你的。骗我？哎，我这个车主要是想把你叫过来，帮我看一下这车状况怎么样。我买的太便宜了，我也不放心啊。不，你下次你直说嘛，你是让我过来，你说帮忙，关注你那么久了也。不，我礼物不要，礼物还给他，好吧？关注你那么久了，你多少钱买的嘛？我给你参考一下嘛。这个车28万买的。28，19年的是28。对，28万买的。那不要看了，这车绝对事故车。哎，没有，科哥，我这合同签过的，他说肯定不是事故车，检测报告都有，就在车里，我要不拿过来给你看一下？不可能的，你拿过来。这份检测机构的话是我们以前合作的，知道吗？检测报告时间是最近出的吗？是的，最近刚出的。上个月出的是吧？不可能吧？怎么会是精品的一个报告呢？精品车报告？哎，对啊，科哥，你看上面全部都是精品车。你那个验证过车架号有对过吗？名牌在这里。我都对了好几次了。如果是对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车你还能赚钱，明白吗？哇，这车还能赚钱啊！你不要高兴太早，知道吗？买赚的意思我还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车不可能的，你明白吗？这份检测报告下来的话，就有几个地方有问题，就前保油漆是做过了，这边有橘皮，摸上去有点涩，但是里面没有体现是什么？它火花塞是换过的，但是我看它是5万公里，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，因为毕竟气门室盖垫都没有拆过嘛。其实我们做二手车的有3个东西一定要去检查的，大家买二手车的时候也要去注重。第一个叫什么？检测报告，然后第3番出去的有一定的法律效益，然后第二个呢叫什么？叫 4S 店记录，特别是年份近的车，如果他没有在 4S 店做保养，他不提供质保，所以很多人很害怕的，一定会在 4S 店做保养。第3个是什么？就是保险记录。举个例子，一般大灯你换一个的话要2、3万出险了，你如果是自己掏钱，就是得不偿失了。你确定没看错？我店里有一台同年份的要卖38、9呢，这都差10万块钱。所以说我要看清楚嘛，是不是个道理呢？要不你再看一下，我去问他卖不卖，卖的话我们还能赚点钱，10万块钱。兄弟，你这车你确定不是亲戚半买半送给你的吧？不是啊，这是我在二手车商那边买的。你怎么这么好的运气啊？这都能碰到？你买车干嘛？平时啊？马上就要国庆了嘛，想买一辆好点的车开回家。哎，那你这个车还卖吗？这车也可以啊，其实。那要不到时候你国庆之后你卖给我，我跟你说33嘛，你赚5万块钱，车子还白开。哎，可以啊，这样不错，是吧？我这不是你先别扯，就你这车的话，不会是抵押车吧？
这车不是抵押车啊，这车都过户到我名下，这我的车的。那你这样子吧，你把合同和那个登记证给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资料，好吧？合同有，登记证这边是没有的。我这车是分期买的。你分期买的？对，分期买的。那你月供多少钱啊？平时？月供好像一个月9900左右。对，9900是做2年是吧？3年，对，3年的。3年36个，有点高哦。那你有首付吗？零首付是吗？零首付买的。没有，那个首付付了5万块钱。那不对吧？你想一下，你9900，36个月，差不多要35万左右了。如果是再加5万，是不是差不多都40万了？啊，这是你这台是40万买的，相当于是做按揭啊。啊，那科哥，那这个怎么办？不，那个车商没跟你讲的话，你马上打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情况。他没有跟我讲啊。那你先打电话，好吧？这事情搞大了，兄弟们，就是一看的话，他是什么？他利息我跟他算了一下，是1分23的样子，他就明显做了什么套路呢？就是低价利息的套路，车价很便宜，那利息特别高。我们正常利息是多少呢？差不多5厘左右，他基本上做到1分多了嘛。只有基本上2种情况才会这么做，一种的话是黑户，一种是以租代购，因为征信特别差，通道走了特别多。就是一开始他来找我，我可能就不想做了，然后我可能换一个人，费用。那个他电话都不接怎么办？他店还在哪里知道吗？店知道在哪里。你这样子吧，你马上去找他。利息的话，费用的话，我等我通过那个微信我传给你，你到时候跟他说一下，把这个事情沟通清楚，让他能不能把钱退给你，可以不可以？好吧，那这资料先还给你，好，这东西给你，你先过去吧。好，我先过去了。好。再等一下，就为什么他有全款能力，你们 4S 店一定要让他做5年分期啊？全款不行吗？因为全款的话要30万，分期的话是28万，优惠了不少呢。但是你这是坑呀，问题是啊。能有什么坑呀？这个方案都跟这个美女讲过了呀，是最划算的了。你贷款5年对吧？2年之后你提前还款，你只需要付2年的利息，月供又低，利率又低，车价还给你便宜。就我觉得你不用讲那么好听哈，你只讲了5年分期、2年提前还清的好处，但是里面的坏处你有讲吗？坑有讲吗？有什么猫腻？合同有写清楚吗？是不是？能有什么坑呀？我都说了，这个方案是最划算的了，其他人都能接受的呀。首先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们 4S 店目前来说最暴利的方式之一了吧？有一些的话，利息可能更高，无上限都有可能。你需要我挑明白这个事情是不是？那你挑明呀，贷款本来就是比那个全款要划算，车价的差距就摆在那里，对吧？那我就直接说到，我并不是说你的方案有问题，我核心是觉得你这个合同上有问题。还有超越你也是，你真的要选择5年分期、2年提前还清，这些坑怎么可能要踩呢？首先，你看一下第一个，你这个利率太高了。就我们正常做按揭的话，我一定要确定好我的利息是多少钱的。年化利率的话是3%，然后月利率的话是2.5厘。正常我们10万块钱为例，月供是不是3000块钱？这才属于一个正常范围的。而你这个是不是有点高了？就相当于我贷的越多，你的利润越高了，对吧？行，这我尽量帮你跟领导申请，好吧？关键我们车价实打实给你们便宜了很多。就你车价便宜的话，把利息变高，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对我来说还是损失。还有第二的话，我觉得你这个合同上的还款方式有问题啊，没有给我写明白，我到底是等本等息呢，还是等额本息？这都一样的，这怎么会一样呢？这区别特别大的还款方式如果不一样，同样我是5年按揭2年提前还清的情况下，如果我是等本等息，那我相当于是月供和利息是一样的，2年后提前还清没问题。如果是等额本息呢，可能我2年就还了4到5年的利息，2年之后我再去提前还，那我意义还有吗？就相当于我钱都还了。行，我就帮你加一下吧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你先不要着急。还有第3点，就是你跟我确认好了，你说是2年之后提前还清没有违约金，在合同里面，但是没有写啊，你要给我写出来的，要不然到时候2年之后我要提前还了，银行告诉我说你这个需要付违约金的，我找谁去呢？没有说理，而且你要跟我写明白是等本等息。那购车合同上都已经写清楚了，这没用的呀，因为我这个按揭我是向银行去贷，我和他成立呀，你只是中介方呀，是不是明白？行吧，那我帮你跟领导申请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吧。就恰眼，我就建议你的话全款别分期了。那分期不是确实便宜2万块钱吗？我告诉你为什么，也就是第4点了。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银行这么乐意给你做按揭，而且他把大部分的利润呢又让给了 4S 店？这就是大数据厉害的地方了。据大数据统计的话，2年之后提前还清了不足40%。什么概念啊？很多人都想着我说2年之后提前还清，确实车价也便宜掉了，我又能够缓一缓。但实际上你该花花该吃，2年之后你提前还清是不太可能的，好不好？就说白了就是说，你想着占人家便宜，到了最后呢，2年之后一次性吐回去了。不是你怎么懂这么多啊？不是我懂那么多，就是我觉得你这个，我帮你改好了。我合同我看一下，就这些确定好了哈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。还有兄弟们，就如果你们想享受这种优惠的价格，那你一定要提前的去需要做好这种资金的这些规划。如果原本的话就计划你贷款买车的，你又想到月供低，又选择做5年分期的，这个时候你就要记住一点啊，那就利息的话哪家低哪家去做，对比3家不上当。而且5年分期的话能不能做，原则上是可以的，只要你把这些坑给它防住了，就完全没问题了。